从高晓松的口中听到了交朋友是自然的事情，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是对方是一个标榜要把门当户对当成是选择朋友最高指导原则的，却在跟我说交朋友要凭着自然的原则。所以高晓松攻击说我方提的例子都不是人事的例子，我现在就给你人事的例子。我给你的人事的例子不但是人间的例子，而且是此刻的例子，就是《奇葩说》这个节目。当初如果讲究的是门当户对4个字的话，如果马薇薇跟陈明这样子辩论圈的高手，他们上了节目找来的都是跟他们门当户对的，像你所说的训练出来的专业能力，能够够得上马薇薇跟陈明2个人的辩论圈的门当户对，就是我们这边的邱晨跟黄执中。然后我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们就变成又一个辩论节目啊！我们哪有可能变成奇葩说？我们能够变成奇葩说，是由我们来了一些奇葩呀。这些奇葩真的来路不明，让人觉得困惑啊！就是潇潇到底哪里来的？就范甜甜到底哪里来的？辩论之祸，我们辩论之祸行了吗？就他们这些人跑来之后，搅乱一池春水，他给了辩论圈的人新的视野跟刺激，所以马薇薇他们得到了新的乐趣跟能量。结果他们专业辩论圈的辩论比赛会请范甜甜跟潇潇去参加了，颜如晶把他们请到新加坡辩论赛是吧？马来西亚辩论赛，所以意思就是你得给一个圈子的人刺激，那个圈子的人才会醒过来，不是这个圈子的人本能上会自我抗拒说，哎，我们要找门当户对的人，我们要找门不当户不对的人，不是的，是因为马东跟小松你们2个人弄了一个奇葩说这个节目出来，才把新的血液跟能量带到了本来已经门户封闭的辩论圈里面，才造就了奇葩说这么一个节目。康熙来了是个什么节目？康熙来了是一个请任何达官贵人去的时候，我们问的都是最鄙俗的问题。我们就算请到霍金，我们也不跟他聊超弦理论啊。小 S 一样问你穿什么内裤啊，就是，所以你要把那个人性从一个神位上面给提炼出来。奇葩说是人间的事，康熙来是人间的事，我们正在实践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并不是在讨论交朋友会不会门当户对，我们是在讨论交朋友要不要门当户对。我们会门当户对，就是我们人性本来的本能。我们之所以不要门当户对，就要对抗这个人的本能。人的本能有多少？我们喜欢吃，喜欢睡，喜欢找无穷的人谈恋爱，这是我们的本能。然后教育是教我们这样子纵容自己的本能的吗？不是吧？教育就是要教我们对抗我们的本能，让我们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所以我最后只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珍惜这个唯一的机会，是我们的家庭是上天赋予的，我们改不掉。我们的婚姻不是上天赋予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可是我们一生能够结婚的次数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一直结啊，我们不能结4500次。我不知道你那个4500这个人数到底哪里来的。可是我们唯一能够自己选的其实是朋友。而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是作为人类最珍贵的事情，是我们能够懂得跟我们不同的人的心，那个是最珍贵的。我请大家要珍惜跟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拓宽你的生命经验。你如果一直关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得不到外来的能量跟刺激，他们最后会感到窒息、萎缩，察觉不到生命新的力量。所以我方主张交朋友，永远不要把门当户对当成是至高的标准。小松姐啊 ，OK， 我最后说一个点，门当户对并不狭窄，因为当我吃饭的时候，我愿意跟，比如说酒肉朋友，门当户对啊，大家都可以吃这些东西。当我谈心的时候，我希望跟有智慧的、读过书的、门当户对的人。当我弹琴的时候，我当然是希望跟我弹琴水平差不多的人去弹琴，我不会让我自己过拧巴的生活。我去吃饭的时候，我非跟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去吃饭。然后聊天的时候，我跟一个脑满肠肥的一个大款去聊天，然后最后弹琴的时候，我跟一画家去弹琴，我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的生活并不狭窄，而且因为你在每个地方都找到了门当户对的人，你的朋友和你生活的都不累，很和谐。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尽量的找到和自己门当户对的朋友，和谐的生活。谢谢。交朋友都要门当户对，那谈恋爱是不是要测个5行8字？搞对象是不是要扒上10代祖坟呢？友谊就应该纯粹。丽春院鬼混大的韦小宝跟紫禁城里的康熙误打误撞一样 make 了一生最好的 friends， 只要志趣相当，一样地久天长。更何况圈子越广，朋友越多，相识遍天下，空手出门也不怕。
拓展人脉何乐而不为呢？可是认识的人越多，就越相信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许交朋友就该门当户对，家世、身份、年龄、血型，甚至生肖、星座都决定了我们到底合不合。你爱3星米其林，我吃10元麻辣烫；你满世界旅行冒险，我却得了懒癌晚期；你在游艇上读《哈姆雷特》，我在炕头上听《凤凰传奇》。连生活都没有交叉点，去哪儿找共同语言呢？就算攀上高枝，彼此太多迁就，进的不是朋友圈，进的那叫朋友圈。所以，朋友到底要不要门当户对？今天分析一下战术啊。对面有一个业内我老师级的人，就是施航。其实我特别理解他们几个能感受到那强烈的压力。我们要慢慢的让他安乐死。压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能变成一种虚妄的动力。不要过去扑就捅死，对老人家还是应该格外关爱一点的。是的啊。对面4个你最想打谁？今天哪次呢？你就挑那个罗淼老师，但罗淼老师他有个很神奇特点，你现在出拳过高。你说哦，罗老师，对不起。所以我说你唯一能打就是李林。我完全把不着这个人的脉，这个人我是完全。啊，他好恐怖的。到时候我可不管了。感谢喝了就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废话就像头皮屑，消灭就用海飞丝和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的大力支持。哇，这是何其心机残酷的一个话题啊！交朋友要不要门当户对？正方这帮频频点头的势利小人啊！这是咱们谁选的呀？导致我现在得拼命的想怎么变这个题。我觉得是，因为我是最跟三教九流大家都在一起，但是不行，既然选了，一定要变。额外显得你们艺高人胆大啊！对，好，来吧，变吧。既来之则安之，反正已经坐在这儿了，所以你们就顺水推舟，得了便宜卖乖。我们也不敢卖乖，我们就是秉着人性的本能，觉得如果要主张要门当户对，就太不是人了啊！好，你们赢了，来10万元奖励。那我们只好以非人的智慧来辩证。超人的智慧。我们来考验一下现场100位观众，你们的智慧是什么？要还是不要？红蓝键，红蓝键。啊，糟糕！完了啊！完了！ 2、1。第1阶段新咖试炼战。本阶段共6场比赛，每场比赛2队将由1名老奇葩带领3名新奇葩进行对抗，每场获胜队累计10万抗饿基金。赛段结束后，全队共同投票淘汰本队3位新奇葩，每队余下12人进入下一阶段。现在有74个人认为不要门当户对，26个人认为要。大锦队先发言，而且结案。谁是一辩？你，出家人。出家人啊，你请。加油！其实站在这个角度上辩这道题非常难，就跟康永哥说的，好像我们都是势利小人。但是说实话，我们说这个题，我们是为了让大家交到更好的朋友。我是个出家人嘛，天天在道观里看古代书籍嘛。我们想一想，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90%以上的人交朋友，而且交成了万古流芳的朋友的，都是门当户对。中国人交朋友讲究什么？讲究8拜之交。其中什么刎颈之交啊、舍命之交啊，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就来提大家最熟识的生死之交。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老哥仨在桃园里，一个头碰在地上，好的跟一个人似的，站起来保着唐僧就西天取经去了。你想想，这是多么我说错了是吧？这是多么慷慨激昂的一件事啊！但是我们想想这3个人的出身，刘备。原文记载织鞋贩履之辈是什么人？现在就是个 DIY 做草鞋的嘛。再想想关羽在老家砍死人了呀，出来干嘛？卖绿豆嘛。张飞干嘛？卖猪肉的嘛。3个人往一块一站，这就是一个农贸市场的写生图啊。每天卖绿豆的跟卖猪肉的打起来了，卖草鞋的一看这不行，这我得管管呀，我就把俩人就给分开了。俩人妈呀，这么厉害呢？那就别跟他斗了呗，万一是城管派来的呢？哎，刘备就跟他们说，我有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你们得听我的呀！我要恢复大汉河山呐！我要除汉贼呀！哎呀，关羽跟张飞老哥俩哭得跟王八蛋似的呀！太好了，大哥，我们就跟你一块儿干吧！八拜之交，冲北磕头，成为了著名的桃园三结义。但是桃园三结义一完，出了个问题，就变成桃园三缺一了。打麻将是打不了了，最多也就是斗地主啊。那怎么办呢？找个牌搭子吧。你找袁绍，袁绍人家是官八代，不可能理你那四世三公。你去找孙坚，江东猛虎，正抱着传国玉玺满街跑呢。你找曹操，曹操有更大的一个计划。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天陪着汉景帝那儿打 PSP 套词呢，谁理你啊？最后经过水镜先生的介绍说，我跟你们说，在河南呀有个地儿叫卧龙岗，那儿住着个人叫诸葛亮。那时候诸葛亮就是河南的一个农民，哎呀，所以你想，一个农民，一个卖草鞋的，一个卖猪肉的，一个卖绿豆的，他们成为了好朋友，最后建立了西蜀帝国。这不就是典型的门当户对、价值观统一、屌丝逆袭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交各式各样的朋友，但是交朋友最能成功的，必须是三观一致、门当户对的。谢谢各位。刚才收听到的这段评书，我可以跟李玲聊一下吗？当然，刚才说刘备就是一个穷光蛋，对啊，要哭嘛。可是你也说到，他就振臂一呼说恢复我大汉山河，是吧？对。所以天下人之所以愿意听刘备振臂一呼说恢复我大汉山河的呼吁，是因为他是一个穷光蛋，还是因为他是？康永哥，您有一个地儿搞错了，就是那个时候他去呼吁，其实说白了，瞎猫碰上死耗子，只有关羽跟张飞愿意听他的，后来还出一250叫赵子龙，就这4个人是可以的。就算是另外3个人听他的，这3个人听他的是听他的穷，还是听他是因为他是汉王室之后呢？对方辩友派出来的第一位选手就立刻把最不门当户对的4个人做的朋友当成是门当户对的代表。康永哥，你不要混淆大家一个概念。我说的所谓的门当户对，其实是此时此刻的门当户对。所以要用各个时刻的标准来检验，对不对？这是这样，就是他这么大的腕儿，他那么欺负我，这事儿不合适吧？各位，你这哥有哎，你讲到这一步，我就不跟你聊了，就是对得起的。好，那个反方一辩。好。对方辩友的脑洞已经大到，连女娲看了都会说：“靠，老娘不补了。”你们是嫌中国拼爹的地方还不够多吗？交友之心贵在坦诚，居然也要听背景，这算什么？回到战国了吗？人工智能都要出现了，可我们自己的思想居然封建龌龊到这种程度。我们大伙儿出生在怎样的家庭，这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吗？不能！拿家庭来说事儿，不就是活生生的歧视？交友之心，交友之心贵在坦诚，贵在坦诚。愉快玩耍，愉快玩耍，就凭他，就凭他。Oh my god！ 大伙儿都固步自封、门当户对的交朋友，狭隘的生活在自己的社会阶层，各个阶层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相互彼此不了解，隔阂越来越深，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你这不是要激化社会矛盾吗？好！你把构建和谐社会往哪儿搁？同志们，公平正义
比太阳还要光辉。朋友，不管你是出身工人、农民、企业家、富二代，朋友，不论贵贱，共享一片。今天要让我们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摘掉歧视的有色眼镜，打到太平洋里去吧，让那些龌龊猥琐、苟延残喘的封建毒瘤受统统的见回去吧。你急了，他一直都那么急呀。康永哥他说完了吗？我不知道，他可能只是在喘口气而已。他可以继续服药了吗？好，回到正方啊，回到，还回得来吗？我觉得我十分同意对方辩友的说法，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对，但是我也十分同意另外一个说法，其实门不当户不对的友谊激发的并不是社会的矛盾，更多的时候激发的是我们内心自我的矛盾。那种矛盾甚至决定了我们这个人在一段友谊里边是想做一个好人，还是想做一个坏人。我先讲一讲我怎么在一段友谊里面成为一个坏人的吧。怎么讲呢？我年轻的时候也天真活泼爱自由啊，我觉得我能够交到一个不门当户对，也是能成为一个好朋友的人，我一定能够遇到那个人的，我总是这么跟自己说。然后我真的遇到那个人了。我们的家庭差距有多大呢？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巷子的附近，他住在这边的高级商品房里边，可我住在这边的贫民窟筒子楼里边。OK， 这是一种差距，不重要，只是财产上的。OK， 第二种差距是什么？是我们两个家庭的相处模式完全不一样。他家里面的一家三口融洽到每次过来开家长会，一家三口远处跟别人招手的时候，都让人感觉到隔着10几米远哦，都让人感觉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其乐融融。可是我呢，我家里面相处就有2种模式，第一种是互相讽刺，第二种是因为互相讽刺而大打出手。那我们这2个人是真的很天真单纯哦，我们当成好朋友了哟。而且我们好到她的男朋友都是我帮她给追到的。那这段友情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裂痕的呢？在我们开始真正的深入交往，真正的是深入了解对方的一些更深层的想法的时候。比如什么呢？比如说他对自己的家庭是什么看法？他非常离不开他的父母，他害怕有一天独立，特别是面临到生老病死这种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太能够面对有一天自己的父母走了怎么办。可我呢，我家里面一家人正在拿着刀对砍呢。我人生当中在18岁之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要考出去，我要去上大学，我要跑掉。在我们2个人互相了解到对方是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对他的想法的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这样？你们家里面人都这样有感情，这样善良吗？然后他对我的第一反应是，啊，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家庭吗？啊，你怎么能够这么想你的父母呢？我妈妈跟我说了，人要乐观和开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一种尴尬，叫做你下一秒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的尴尬。这种尴尬就一直存在于我们当中。但我们是一个好人呢，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人呢，我们打死都还要盯在一起交朋友啊。那后来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他的感受如何哈。我的感受是，我每一次跟他聊天去交往，都好像是远处有一个很大的太阳，然后他离我越来越近，他非常阳光，非常温暖。但是我呢，在被迫与这个太阳交往的过程当中，对自己无论是天生还是后天的一些不足吧，我越看越清楚。我不管我接不接受，但是这就是我的不足。那这里边其实我久了之后，我不太愿意看到这个朋友，这是人之常情吧。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起一些不高兴的事情，然后他每次跟我说一些很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能不能不要跟我讲这些。那这个友谊发展到最后，我其实变成了一个坏人。什么叫做坏人？他去找我去借高考的资料的时候，
因为我成绩比他好，我应该理所当然帮他，对不对？可是，在那一瞬间，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是不好意思，我跟你的友情当中，我唯一能够站在这里，再跟你去当朋友的唯一的我的那个尊严的底线是，我的成绩还比你好哎，我觉得还能够心里好受一点点。可是如果现在成绩你倒比我好，那我怎么办？我不想给他，我甚至在心里面打小九九，说我给他专门定制一本有错误答案的题集，是不是很坏？是不是一个坏人？但是我什么时候在一段友谊里面变成了一个好人呢？在我真正碰到一个门当户对的朋友的时候，我那一个朋友今年3月份的时候拿到了美国纽约视觉学院的 offer， 那个 offer 代表了什么？全球只招25个人。那个 offer 代表了他整整1年的努力，但是70万的学费他只交得起20万。那个时候我们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要怎么帮他，怎么样竭尽我所能的帮他。然后我召集了一帮都是同样的差不多没有什么钱，但是很努力去争取自己机会的人。我们去每天刷朋友圈，去跟外面去说这个人没有学费了，而且我们去跟这个朋友强调了3点。第一，我们没有钱去交学费，我们不能够去逼迫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家庭环境相同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的梦想超越他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去逼迫家里边。我们还跟他强调第2点，我们虽然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们可以自己争取嘛，对不对？我们去外面筹钱，我们不要哭爹喊娘说自己很穷，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人。你要是把自己给卖出去了，就算你有真本事。我们刷一个星期朋友圈干什么？一个星期筹到了这50万。筹到这50万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真的为他着想，而且我们出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能够保护他和他家庭的方案。我们为什么能够出这个方案？因为我们门当户对啊，我们理解到对方的苦在哪里，我们也能够理解到对方的理想在哪里。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人在一段友谊里边是想寻求一种舒服的关系。朋友是什么？给我们一种最舒适的陪伴的那个人。那在一段友谊里边，选择成为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选择一个对的朋友，一个门当户对的朋友，然后成为一个超级英雄呢？谢谢大家。好，这个辩论的现场实在是太陡峭了啊！下一位，反方下一位。我们平常所讲的，我们一个人要有门户之见，或者一群人一丘之貉，物以类聚，这些词并不是好的意思，而且带有强大的负面能量。如果我们今天翻开词海，我们会发现，从东汉到五代，所谓门户就是指士族都是贵族的人，那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别人遥不可及的一个门户。可是这些人的下场是什么？我们回顾唐朝末年有一场白马之祸，里面有一个叫朱温的人，他把这些看起来显赫的门户全都丢到黄河里了。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清流，以为很厉害是吧？被老子丢到黄河里了，现在还不是浊流？所以呢，这些看起来很厉害的门户，到最后的下场就是被这些挤不进这个圈子的人所革了他们的命。那如果我们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是要恢复正常的交朋友的标准。你这边吧，继续。交朋友中间最重要的一点，你互相得尊重。那一个不门当户对的人，互相尊重起来是很累的一件事。我举个例子吧，在这位先生出家之前，我跟他就是非常好的朋友。是。那有一天我扛着麻袋，终于从四川来到了大北京城。他说，朋友，你得请我吃一顿吧？没错，请我吃了一顿。我一看，这一顿吃的特别好。那玩意儿，那长2个钳子还带壳的那什么玩意儿？那叫螃蟹。螃蟹，我吃了好多个，特别饱。我就问，哥们儿，这顿饭多少钱啊？贵不贵啊？贵，才3000多啊，才。那您是尊重我还是跟我显摆呢？不是，我平常也吃的，我吃顿炸酱面还6万呢。我的妈呀！是不是傻？你说说看，我下一回我说我想回请他吃，我说下回回请吃，他说就吃了炸酱面吧。对， 6万块钱，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最近新交了一朋友，
我要回请他吃顿饭，回请啊！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就是咱们家那房产证，你能不用我用看，对吧？好，我终于把家里的房子卖了，请他吃了顿炸酱面，好了吧？哎，他说哥们儿，我得再请你吃。我说别，我家房子已经卖了，再卖我得卖我妈了。所以这朋友交不下去，你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吗？他觉得他在平等对待我的时候，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压力。我把房子都卖了，花了一生请他，在他那儿看，其实就是碗炸酱面。是。我们两个人能玩到一块儿去吗？这个例子实在是举得太险恶了。但是这是为了突出一点，让大家看到这种不门当户对交朋友之间会发生的很简单一件事，一言以蔽之2个字：尴尬。你不知道他对待你是平常，你以为是他砸锅卖铁，他砸锅卖铁对待你，在你眼里看来就只是平淡的一碗面。你互相不能理解别人付出的情谊，这个朋友是做不下去的。所以归根到底，到最后，如果阶层要流动，不要刻意去和门不当户不对的人交朋友，提高自己，朋友自然来，社会还是可以和谐的。谢谢。我觉得罗淼这个角度也还是蛮险峻的。是不是？可是不好意思讲啊，就是这一开口就会被说急了。你急，现在又急了，默默的听着不能讲。好，永开啊，哎呦。首先，李玲刚刚说这么多，我可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门当户对的人里面比较容易找到真正的朋友。可是我觉得你对于朋友的定义有点偏差。我认为朋友这种东西，他只需要懂我，他不需要像我。如果一个人找朋友总是找像自己的人，坦白说，我觉得他不是在找朋友，他是在找镜子。第一个论点，我想要告诉大家什么？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假设我听了对方的话，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做朋友，请问一下，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够确保这个朋友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可以继续陪我门当户对下去嘞？如果没有办法确保这件事情的话，请问，万一将来这个朋友家道中落了，或者我飞黄腾达了，那请问一下，这个朋友我要还是不要？发现了吗？有道理，有道理，这个有道理。发现了吗？朋友之所以不要门当户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还要用门当户对的标准来找朋友的话，其实是一件自找麻烦的行为。想想一个追求门当户对的人，他的人生是怎么过的？首先，小学认识了一群朋友，在学历上算是门当户对吧？可是不好意思，上了高中，有些人上的是重点高中，有些人上的是不太重点的高中。这个时候，按照对方逻辑，由于我们的那个门户不同的，学历不同了，于是要结交一群朋友。就想说上了高中总算稳定吧，不好意思，你上大学，有些人没上大学，有些人上了大学比你好，有些人上了大学比你烂，于是乎按照对方逻辑又要结交一群朋友。你想说上了大学这群朋友我总算可以固定一下了吧？可是不好意思，出了社会，有些人能发财，有些人不能发财，于是你又要结交一群朋友。你想说不行，这个朋友是我的死党，我们一起约好我们不发财。欧阳超，你跟我一起不发财，认不认？肯不肯 ？No problem。OK。可是这个时候不好意思，我跟欧阳超都不发财，结果他爷爷发财了。我能够阻止他发财，我阻止不了他爸他爷发财啊！王思聪不就这样的例子？回来了，圆环。古代可以讲究门当户对，因为以前社会流动性慢嘛。你当官，通常你到死都会当官，而且通常你的曾孙子都还在当官。可现在这个时代，富不过3代，穷不过几年，你还讲门当户对，你们说这是不是自找麻烦嘞？是。所以我你急了。对，所以我就太好奇，所以你现在是有4500个朋友是吗？都固定在你身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说这个不能抛弃，那个肯定要在一起啊，不能因为这些变化，不能因为，所以你就都是朋友，都还留。所以我朋友的淘汰从来都不是用门户来淘汰，而是用谈不谈得来淘汰。罗淼刚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跟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在一起交流很难。坦白说，我就是要这种难。为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认为朋友不要门当户对？原因就在于跟不同的朋友相处的时候，跟你不一样的人相处之后，你会从他身上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并且透过这样的不一样的世界的交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
会渐渐的变得更懂得如何适应社会。你可以发现你过去人性当中发现不到的零零角角，也唯有和它进行碰撞以及火花，你才可以把人个性当中的棱角给磨平，最终你将会成为圆滑的社会人。谢谢。我鬼的步伐。其实他们已经很险峻，76又涨了5票。我们来看看谁。哎呀，哎呦，陈永开，现在让你看看跟你不一样的人是怎么摩擦的。你们交朋友真的好难啊！你们交朋友不仅不一样，你们还得摩擦摩擦。像我这样的名媛就害怕摩擦，我怕起火。从第一位开始，奇葩说场子里面之前见过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终于现在出现了在宇宙中心呼唤和谐社会了。第二位讲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大清了，不好意思。主要问题出现在第3位身上。刚才小松老师质疑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方最大的 bug。陈永开，你4500个朋友去哪儿了呢？对方其实今天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原理，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我们交流之中可以获得新鲜感。但是老实来讲，这个交朋友的行径和逛动物园有什么区别吗？逛动物园看看猩猩，看看大象，看看猴，是吧？你看看就行了呀。好多朋友啊！你今天还非得和大象交朋友，特别想问你和大象聊些什么？跟你们讲，有个国内著名人士啊，知名女思想家马薇薇曾经说过，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物种之间的差距都大。你说我要和他做朋友，我不仅要和他做朋友，我还得做他的驯兽师，成本太大了。所以发现没有，遇到新鲜的人，我们一定得和他交朋友才能获得新鲜吗？不，我们只用和他打交道就可以，对不对？而交朋友一生当中寥寥无几，我们要把成本浪费在很难去交的人身上吗？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对，说的非常对。门不当户不对的人，今天和他交朋友成本非常大。我本人作为一个名媛，自然会参加一些名媛的 party。当然了，就是我在参加奇葩说之后，就是人红了嘛。就是会有一些，谁说的？谁说的？在那个局里，人家聊些什么呢 ？OK， 姐妹们嘛，这个我的脸上就刚做了题啦，然后这里有根线崩掉了，我明天一定要补一补。哎呦，我最近烦死了，我刚买了一个包，然后这个包，买包不要紧啦，但是我股票刚跌200万，我整整哭了5分钟，我在旁边 OK。我到最后我发现实在没有共同话题，我得和他交朋友啊，对不对？门不当户不对的。你们不是聊包吗？我就把我的包拿起来，我说我这个包你们觉得好看吗？好看，好看。哦，这个包我见过，这个是在日本的一个买手店，对不对？我记得这个包设计师的还超贵的哦。然后说不是，是阿里旗下淘宝花300块钱买的。然后我就把那包放在那儿，当时的场合非常的尴尬，但这种尴尬我说实话化解不了。这件事情我会和谁讲呢？我会和那些在你们可能以后看不起的门当户对的那些身边的人讲，就花溪呗。我这些，我和花溪说，花溪能明白我的苦衷，对吧？一路过来的人特别明白。Anyway， 这是第一点，你会发现，你和那些门不当户不对的远在天边那些人主动和他们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你以为人家是你的一生挚友，其实你不过就是陪了个酒。第二点。回应之前你刚才所说的，这边题隐含的意义是，当我们发现我们人生路走到现在，曾经的那些朋友似乎已经与现在的你门不当户不对了，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放他走？对，我们认为可以。我们想到同学聚会聊的话题是什么？都是叙旧。为什么都是叙旧呢？是因为我们曾经那些记忆也不曾更新了。我们只能聊一些不断的重复聊一些原来的话题，而聊现在的话题，聊现实的生活，往往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心底总该是有一些自私，有一些虚荣，有一些嫉妒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事情，但是它客观发生，弄得谁都不舒服，所以我们只能叙旧。但是我们这边的观点听起来非常的消极，甚至听起来非常的功利，但是它传达一个积极的正能量。如果我实在是很珍惜你，我想一直和你做朋友，一直做下去。那么我希望在明天
更好的我的身边是一个更好的你。好，好极了，漂亮，说得好。44、57，正方居然掰到多数票了。然后这边是史航老师。门当户对，既然有这个成语，就说明有人是这么活的，和把这个当成一个信条和标准。交朋友有这个门当户对的想法可以，但是可能丧失一种乐趣。我一直以为那是人交朋友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见倾心，性情相投。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这两个人是在音乐中相知。我不管你是哪国大夫，你不管我是哪国的樵夫，我们认识。咱不说那么高的，比如说你就像一个在澡堂子里交朋友，那人唱歌，你跟人聊天，都光着身子，你可不知道他穿什么名牌来的，他也不知道你开的是不是豪车，都不知道，就听你唱歌怎么样，聊天怎么样，这样是可以交下朋友。因为你是认识到我自身的价值，这事儿挺重要。但如果我知道啊，原来有开你是先到网上去查了查，知道咱们两个人的粉丝数差不多，微博到哪个级别，所以我们才来聊的，那个就有点没劲了。因为交朋友啊，不是买股票咨询，不丢人。交朋友、咨询、查档案、对比、决定交，良好门户再交，那丢人。因为我们什么呢？我们是人，不是对联儿，不是门神，不是俩石狮子，我们要这么对在一起。其实呢，门当户对多敷衍，高山流水是真情。其实老天爷在天地君亲师这些人伦关系之外，给人五伦中有朋友，这个是给人一条生路，就是你自己选择的中间，可能有一个让你的性情有个安放之处，让你对自己有个衡量，有个交代，有个信心。天底下我这个左括号有个右括号，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印度教有一句话说，河与河交汇的地方必有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友情。曾经有一个女记者，她去采访大科学家霍金，她问了一个非常肤浅的问题，她说你这辈子有没有被什么事情感动过？这霍金非常认真的思考了，很认真的回答，他说遥远的相似性，他被这个东西感动，就像一朵星云跟另外一个星云，一个黑洞一个黑洞，或者航拍中我们看到这儿的地脉跟那儿的地脉，这相似他感动，他可没说紧邻的相似性，这个对联跟那个对联，这个石狮跟那个石狮子，这种相似性他不大看得起。就是因为我们门户之间千差万别，你是高山，我是流水，但这种相似让他感动，因为相似战胜了遥远，战胜了门户。门户是人造出来的，在没有门、没有户之间就有生命，在只有山洞和原野的时候，人跟人就交了朋友。门户是后来的东西，是可有但不是必有的东西，所以。我想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小说，我认为是个很伟大的武侠小说，它叫《笑傲江湖》。那里面有个伟大的华山派首徒，严肃的就这样严肃的令狐冲，非常正直的。但是呢，他也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他非常花的一个人，这个叫田伯光，我不知道具体该指哪一排，大家自己认证啊。当这么两个人，他们遇见之后，门户之间千差万别，但就因为令狐冲把他当朋友，田伯光给我们记住的就不是他采花淫贼的事迹，而是什么？他跟人打架的时候，他屁股要坐在这里，屁股立起来，我输了，哪怕你暗算我，我上当，我也认输，这是一种高贵。这是令狐冲的朋友的高贵。令狐冲冲破了门户之见，把淫贼当朋友，让我们看到淫贼高贵的一面。其实只是有一个好朋友，就能让你最伟大的一面显出来。他把你像一件宝物一样擦亮。这个世界如果都被擦亮的话，它有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交朋友只靠门户之见，世界上何必有金庸、古龙？我个人认为，我会交很多种朋友，我会交门比我高的。我也交户比我低的，我交比我穷的，我也交比我富的。我交比我穷的，
不是为了有一天我要借钱给他，我交比我富的，也不是为了某一天向他借钱。我交朋友是为了，如果你们骂穷人呢，我说，哎，有开是我朋友，他既然是个好人，那穷人好像不该骂。那李林是个有钱人，他出家人他肯定有钱，所以当你们骂富人的时候，我也不能说李林他从前有一段是我朋友，所以你们也不能骂他，他那会儿挺好的。虽然今天让我有点奇怪，我不希望你骂东北人，因为我是东北人，我有一圈东北朋友。我也不希望你骂四川人，我初恋就是四川的，所以我交这么多朋友，甚至我谈多恋爱是为什么呢？为了上下左右每一个阶层、每个方位都有我的朋友，你们对哪一方面歧视，我都可以有本能的抗拒和嫌弃。我不是嫌弃他们，嫌弃你们的歧视，你们的门户之见，就这么简单。谢谢。志航老师摔到65。OK， 是该我们了吗？是该你们了。OK， 我跟史航认识很久了，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他的大名是叫释迦摩尼，或者叫耶稣，就上帝本人，简直好到，就是我都忘了他在微博上如何的看不起《小时代》，如何的看不起别人粗俗，他一直在强调高贵，这个事儿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俞伯牙钟子期最重要的门当户对，就是两个人都是乐器高手。如果一个人只会3个和弦，而另一个人会弹魔笛，他俩能当俞伯牙钟子期，这就是乐手们的门当户对。每当我们在乐手大家说上台玩的时候，真正的门当户对就是我弹琴的水平跟你差不多，对吧？为什么他们举出来的所有例子全是戏剧？戏剧在干什么？戏剧在讴歌人世间极为稀少的事情，就是因为人世间缺少这个事情，他才要把它写到戏剧里去，来鼓励大家说，我们像圣母一样生活吧，我们像圣徒一样生活吧。因为什么？生活中太少这样的事情，这跟交朋友是两回事。交朋友一定是自然的，对吗？有谁闲的没事特别愿意不自然的去交朋友？说，先生，我们交一个朋友吧。然后开始认真的跟你交一朋友，就为了跨越这鸿沟，为了自己当圣母，为了自己当白左，就去非要找一个黑人朋友。人家黑人不舒服，你倒觉得我跨越鸿沟跟你交了，你知道鸿沟是你想的。黑人说我们玩起来那节奏，说你跟不上。当我们黑人打起鼓来，当我们 hip hop， 当我们就白人不会跳，对，当我们夜 check it out， 说您那干嘛呢？你们这跟大猩猩似的，我还不愿意跟你交朋友呢，您还别跨越这鸿沟来怜悯我。我们自己有自己愉快的生活，对吧？他自己都说了一句话，那4000多个朋友怎么还没在身边？自然的就流失掉了。自然流失掉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大家的身份变了。会有一些人保持的比较长，因为你们考上了同一个大学，或者都考上了，我上了清华，他上了北大，那 OK， 这两个人还能再长一点，啊，这基本上朋友就是这么自然再去走。所以我觉得，虽然大家就理论上都愿意当圣母等等等等。但实际上，生活就是这样。中国为什么自古叫说“苟富贵，勿相忘”？勿相忘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跟你交不成朋友了，但是你能帮一帮我。最后富贵了，我来找你，银子拿走盘缠给你，刘府上吃3天饭，抵足长谈，而不是说我是宰相，我让你当一部长，对吗？对。所以基本上我说，我们举的例子全是我们人世间的例子，对方举的例子全是。不是人世间的例子，好吧，我说完了啊。再回到50比50，这么准呢？康永哥，从高晓松的口中听到了交朋友是自然的事情，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是对方是一个标榜要把门当户对当成是选择朋友最高指导原则的，却在跟我说交朋友要凭着自然的原则。所以高晓松攻击说我方提的例子都不是人世的例子，我现在就给你人世的例子。我给你人世的例子，不但是人间的例子，而且是此刻的例子，就是《奇葩说》这个节目。当初如果讲究的是门当户对4个字的话，如果马薇薇跟陈明这样子辩论圈的高手，他们上了节目找来的都是跟他们门当户对的，像你所说的训练出来的专业能力，能够够得上马薇薇跟陈明2个人的辩论圈的门当户对，就是我们这边的邱晨跟黄执中。然后我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们就变成又一个辩论节目啊！我们哪有可能变成奇葩说？我们能够变成奇葩说，是由我们来了一些奇葩呀！这些奇葩真的来路不明，让人觉得困惑啊！就是潇潇到底哪里来的？就
范甜甜到底哪里来的？辩论之祸，我们辩论之祸行了吗？对他们这些人跑来之后，搅乱一池春水，他给了辩论圈的人新的视野跟刺激，所以马薇薇他们得到了新的乐趣跟能量。结果他们专业辩论圈的辩论比赛会请范甜甜跟潇潇去参加了，颜如晶把他们请到新加坡辩论赛是吧？马来西亚辩论赛，所以意思就是你得给一个圈子的人刺激。那个圈子的人才会醒过来，不是这个圈子的人本能上会自我抗拒说，哎，我们要找门当户对的人，我们要找门不当户不对的人，不是的，是因为马东跟小松你们两个人弄了一个《奇葩说》这个节目出来，才把新的血液跟能量带到了本来已经门户封闭的辩论圈里面，才造就了《奇葩说》这么一个节目。康熙来了是个什么节目？康熙来了是一个请任何达官贵人去的时候，我们问的都是最鄙俗的问题。我们就算请到霍金，我们也不跟他聊超弦理论啊。小 S 一样问你穿什么内裤啊，就是，所以你要把那个人性从一个神位上面给提炼出来。奇葩说是人间的事，康熙来是人间的事。我们正在实践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并不是在讨论交朋友会不会门当户对，我们是在讨论交朋友要不要门当户对。我们会门当户对，就是我们人性本来的本能。我们之所以不要门当户对，就要对抗这个人的本能。人的本能有多少？我们喜欢吃，喜欢睡，喜欢找无穷的人谈恋爱，这是我们的本能。然后教育是教我们这样子纵容自己的本能的吗？不是吧？教育就是要教我们对抗我们的本能，让我们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所以我最后只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珍惜这个唯一的机会，是我们的家庭是上天赋予的，我们改不掉；我们的婚姻不是上天赋予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可是我们一生能够结婚的次数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一直结啊，我们不能结4500次。我不知道你那个4500这个人数到底哪里来的。可是我们唯一能够自己选的其实是朋友。而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是作为人类最珍贵的事情，是我们能够懂得跟我们不同的人的心，那个是最珍贵的。我请大家要珍惜跟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拓宽你的生命经验。你如果一直关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得不到外来的能量跟刺激，他们最后会感到窒息、萎缩，察觉不到生命新的力量。所以我方主张交朋友，永远不要把门当户对当成是至高的标准。小松姐 ，OK， 我最后说一个点，门当户对并不狭窄，因为当我吃饭的时候，我愿意跟，比如说酒肉朋友门当户对啊，大家都可以吃这些东西。当我谈心的时候，我希望跟有智慧的、读过书的、门当户对的人。当我弹琴的时候，我当然是希望跟我弹琴水平差不多的人去弹琴。我不会让我自己过拧巴的生活。我去吃饭的时候，我非跟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去吃饭；然后聊天的时候，我跟一个脑满肠肥的一个大款去聊天；啊，最后弹琴的时候，跟一画家去弹琴。我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的生活并不狭窄，而且因为你在每个地方都找到了门当户对的人，你的朋友和你生活的都不累，很和谐。所以我们在每个地方尽量的找到和自己门当户对的朋友，和谐的生活。谢谢。来吧，我们投票吧。我觉得大家基本上也都被洗脑和刷的差不多了。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正反双方，到底谁能说服的人更多？那交朋友要不要门当户对？投票。好，3、2、1，停在这儿啊！关注朝阳公园东七门，独家花絮、幕后新鲜八卦只在这里。下载有看有聊的爱奇艺 APP， 解放你的奇葩天性吧！登录手机百度搜索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洋洋洒洒任你喷。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讨论，选出你爱的辩手去大冒险。我们今天讨论的蛮深的。我看现场好多观众都已经被带进去了。为什么会被带进去？整个这道题目比较玄妙，门当户对背后是一个阶级概念。对，交朋友又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两个之间的落差形成了整个这个概念的模糊。我们说说什么是门当户对。我们好多人都认为说，你们家住这儿，我们家住这儿，咱俩住一个高尚小区，门对着门叫门当户对，不是。门当户对指的是门当是门外的两个石鼓，对着；户对是我的
户上面门上面有一副对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家有钱，对，所以它其实根本上指的是资产，但是这是在古代。今天跟古代最大的不同，尤其在交朋友这件事情上，最大的不同是交流成本的降低，被微信降低了。我认识你不认识你，我加你，你通不通过我，就是门当户对。我通不通过你，你通不通过我的一个判断前提是我有没有的跟你聊。对，对，很重要。所以它不再是完全的财产划分，它变成了交流成本。我觉得这个角度上，今天双方其实都没有进去。但是我觉得康永哥和小松很厉害，因为这道题最关键的地方，反方其实难说，所以他们一定要谈动机。而小松这边，大锦对正方好说，但是一定要守住结果。我们好说嘛，我们要避开种族歧视，避开所以我才说避开所有的地雷去说。所以你们要守住结果，守住结果特别难，因为你们本身是占优势的。对，所以前面4位，你们变成了主动去攻击对方观点的时候，恰恰是破绽大开。你只要守住它是结果，不管你承认与不承认，我们因交流成本而划分成不同的朋友圈子。和资产不见得有必然联系，可能这道题就守住了。对，我觉得最后守住的就是小松。10万块给你。好厉害！双方各有很多 bug， 但是从辩论来说，我提出了一个你没听过、你无力反驳我的，是不是辩论的牛之处呢？是的。这个辩题我特别同情史阳兄坐那边去，是他坐这边一定能辩，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觉得。要高洁有追求，在乌镇碰见他正在看《樱桃园》，而是波兰版的《樱桃园》，和一个讲着流利的外语的朋友在一起，是吧？你不可能街上拉一个说蹬3轮的，但是咱们不歧视人家，但是说看《樱桃园》嘛，你说看多少钱1斤樱桃？你说契诃夫的樱桃园，这没办法了，所以他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相当那样的圈子。对不起，我针对这事儿回应一句，我让一个特别讨厌戏剧的朋友在那儿第一次看戏剧，他说他在乌镇跟戏剧和解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在门户的两边通过这个戏，我们改变了门户。所以，我们去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看《奇葩说》，哎呦，你们越来越严肃，或者你们讨论的话题那么深。不要被我们影响，他们是辩论双方，他们没有坐在辩题两边的时候，对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是趋于和解的。在哲学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2个真正理智的人就任何不同的观点，最终都一定能达成一致。所以，这其实是我们整个世界和谐也好，对话也好。或者叫交朋友也好的出发点，本着这个出发点，重新去看交朋友要不要门当户对，没那么重要。交朋友最重要。交朋友的过程当中，马东每一次自己知道一个论点，大家都没讲到他特别憋的。我憋的，我急了，你知道吗？1、2、3，你急了。对。好，我们就谢谢本场赞助我们的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和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以及废话就像头皮屑消灭你用海飞丝。谢谢所有的赞助商。来，让我们来看看结果。好，正方胜出，10万元用奖金纸。感谢有100种方法让你穿出范儿的时尚购物，爱皮皮有范儿，谢谢有范儿。为什么大锦队常常选了一些本来就会很少人支持的论点，所以只要稍微多得1票就容易赢了。我想说，我们这个队确实比对方要强。第3季的高晓松比第1季的高晓松温和很多。我觉得他也给我一个很新颖的东西，就是他也开始引经据典，那我也开始像有时候谈人生，这个实在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但我觉得大家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会互相融合很多东西。那我觉得这个融合是我觉得挺高兴的。在舞台上面，情之所至，难以抑制。
这胸中有一股怒火在燃烧。I'm furious。我平时生活当中还是平易近人的。